擂台上，一个身材精悍、孔武有力的男子，左脚高扫腿，左手连出直拳摆拳，把另一个选手逼到了角落。这场景是开场1分钟内第2次出现。这个只使用一拳一腿进攻的是搏击选手玄武，无力还击的一方是叶问咏春拳第3代传人李峰。咏春拳的败北，似乎给了世人一个中国传统武术打不过现代搏击的画饼。但咏春拳在中国武林究竟占多少分量？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最能打的武术，咏春排不上名？咏春拳出手迅速，马步灵活，练习的初衷是防止侵袭。他强调使用正确的观念、意识、思维方式来调转出灵活的肢体动作，看起来更侧重于自我防卫，而不擅长进攻。武林中还有一路功夫出手迅猛，一招制胜。抗战期间，曾有高人用这门功夫把日本一个武者打得心服口服，直接回了日本。这门功夫也因此传到日本，被称为拳圣。在外界看来，实战中最厉害的中国功夫就是这位高人施展的大成拳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施展和创立大成拳的这位高人王香斋，从小却是一个病秧子，这和大成拳刚猛的风格相差也太大了。王香斋出生于清朝末年，父亲时的几个字，给人做账房先生家中的生活温饱足矣。他从小身子就弱，患有哮喘，父母都担心他这身子骨养不大，于是就想让他习武强健身体。机缘巧合，王香斋拜在了形意拳大师郭云深的门下。拜师时，郭云深已年近古稀，王香斋才刚9岁。本来师傅看王香斋身体孱弱，以为他不是练武的材料，收进门也只是为了2家人的情面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王香斋显示出了在武术方面的天赋，对师傅更是恭敬孝顺。渐渐的，郭云深对这个徒儿越加喜爱和赞赏，把他视为自己的衣钵传人。师傅打算将自己的本事倾囊相授，方法就是让王香斋去站桩。郭云深对王香斋站桩的要求非常严苛，每日检查他站桩后脚窝处的泥土，如果湿润，证明这一天好好练了，否则就是一顿严惩，第2天练得更苦。王香斋不理解师傅的意图，因为始终不教他拳法，他便向其他师兄弟们偷偷学师傅。郭云深知道以后大发脾气骂他，放着玉皇大帝不学，却向土地爷学，那能学得了什么？多年后，王香斋才明白了师傅的苦心。等站桩的功夫练扎实了，师傅便开始传授他形意拳招式，都是他在其他师兄弟那儿没见到过的。他知道这是师傅的看家绝技，于是学得越发刻苦认真。后来，王香斋在形意拳的基础上，将站桩和拳法融合改良，自创出一套强身健体的一拳，也就是大成拳。虽然创造它的初衷是为了给慢性病人练习，从而改善身体状况，但不可否认，大成拳有着极强的实战力。它的玄妙之处在于没有固定的招数和拳法，身随意动，看似随便，却能无招胜有招，一招制敌。追根溯源，大成拳脱胎于形意拳。形意拳浑厚质朴，讲求速度和力量，更是奉行不招不架，只是一下的实战准则。所以，即便在治愈大成拳的灵魂，也是刚猛善战的。前文提到的日本武林高手泽井健一挑战王香斋3次都被打败后，回到日本发奋钻研大成拳，居然自创了太气拳。如今，太气拳在日本有30多万的门徒。而太气拳隶属于中国武术，因此在日本人眼中，太气拳的始祖大成拳自然是实战第一，武术之宗。其实要给中国武术各家拳法排名实在是太难了。如果纯以实战来说，传统武术不像现代搏击注重在力量、抗打击方面的训练，相比之下是不出彩。但中国武术还讲究内练一口气，讲的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概念，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，很难评判。无论是咏春拳、形意拳还是大成拳，创立的初衷无非是自保、自强，这也和我们中国人朴质的武林精神很相符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永远要记住，无论什么技巧、什么拳种，都是技术，无高低，功力有深浅。你练的直拳跟泰森练的直拳能一样吗？所以什么天下第一，武林最强，我们要的是集大成者，快意江湖。那些第一、第二的意气之争，就且放一放吧，各位看官，您说呢？